世上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看陆幕动漫。岂料老爸按下黑手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学去。可刚学了3秒钟，大雄就膀胱一扫，又发现了一片新天地。可女帝老妈拿着铁盆的架势，被迫让大雄回到了桌前。好好学习那是不可能的。蓝胖子苦口婆心的说教模式，成了大雄爆发的导火线。小孩子难道不配拥有自由吗？大雄多么渴望能成为一团空气，蓝胖子不想帮。可大雄求人的样子，蓝胖子哪里扛得住？只好拿出石头帽，戴上它虽然不能变成透明人，但至少可以让自己被无视。就好比路边的小石子，谁会在意它是不是六角形呢？岂料大雄脑瓜子太大，但帽子是均码，蓝胖子只能凭借体重硬生生压进了帽子。下一秒，蓝胖子直接转身走了。被空气抓住的那一刻，蓝胖子颤抖了。原来此时的大雄已成了石头，蓝胖子当然不会在意了。自由来的不要太突然。老爸正沉迷球技无法自拔，就被大雄下了黑手。老爸愣是以为电视年久失修，大雄潇洒地走出家门，就看到老妈在说客套话。听说隔壁老王的孩子相亲失败200次，老妈竟然笑了。大雄以天为被，地为床，现在就差个媳妇儿，可惜被无视，因为自己是块石头。跟着媳妇儿回到闺房，直接选择硬闯，可以零距离观察媳妇儿，这不是每个汉子的梦想吗？满满都是爱情的酸臭味儿。跟着媳妇儿下了楼，大雄就感觉浑身燥热。如此大饱眼福的好春光，大雄竟选择了逃跑。恰巧遇到长征夫的唇枪舌战，大雄就是棒球渣渣。如此奇耻大辱的大实话，大雄没有选择当忍者，而是选择出了手。球棒一出，就来了个对碰。胖虎一记重拳就让小夫背了锅。大雄疯狂拉仇恨，胖虎就觉得怒气值有点控制不住，对着小夫又是一拳。到了棒球赛，大雄就选择站到了胖虎的对立面。对方一记头球，胖虎以为稳了，岂料大雄下了黑手，却意外打出了全垒打。胖虎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会有躺赢的一天，厚着脸皮揽下了所有荣耀。大雄气得想拿下帽子，可帽子紧的就像紧箍咒。小夫一记击球误伤了大雄，接着又被击飞，最后还被当成了人肉坐垫。大雄遍体鳞伤，不想再当个石头了，却被狗子当成了电线杆。大雄是够够的了，火急火燎冲回家，又遭到了老妈的物理攻击。终于又见蓝胖子，可蓝胖子吨位实在太大，想到以后可能都是个透明人，大雄彻底慌了。可身上的水起了润滑的作用，大雄意外取消了帽子。正所谓小别胜新欢，就算女帝老妈的咆哮，老爸的说教，在大雄的耳中也成了悦耳的声音。人不可能一人走完人生，小伙伴们觉得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八卦人八卦魂，八卦之魂永长存。手握最前沿情报的小夫刚要报告隔壁老王的猛料，大雄就来拆台了。不就是相亲失败了35次吗？可大雄失策了。大雄消息闭塞，人家隔壁老王都失败39次了。这出其不意的暴击让大雄只能默默离开了吃瓜圈。可大雄这个宅男怎么赢得过小夫？小夫不仅善于交际，而且还有个上面有人的老爸，家里足以当国王的财力，让他有着最先进的设备。眼看软硬件大雄都输了，蓝胖子拿出消息灵通鸟，决定打场翻身仗。一声令下，灵通鸟就出门窃听八卦去了。顿时小镇中各处都有着灵通鸟的身影。首先回来的鸟儿带来了明天肉店打折的消息，这消息老妈估计能高兴到失眠。接下来的消息是陆木匠去了胖虎家商店，两人秒速赶到。此时的胖虎紧张的脸都方了，陆木匠一个微笑就让胖虎小脸燥热。有陆木匠在，胖虎也不好对俩偷看者动粗。陆木匠的一颦一笑都让三人神魂颠倒，还成功得到了亲笔签名。小夫还在整理八卦，却不曾想大雄已取代自己当了八卦王。小夫当然不服，就要来场八卦对决。小夫本以为可以靠着隔壁老王相亲失败40次打个翻身仗，可大雄的消息是不仅相亲成功，而且都要约会了。为了证明真伪，两人决定现场考察。果然如大雄所说，两人就要约会了。女方就喜欢隔壁老王这种长得安全的，看来这就是真爱了。大雄成功扳回一城，鸟儿不停地带来最新八卦，就连蓝胖子来喊吃饭也没时间，甚至连睡觉也不睡。第二天顶个熊猫眼进了教室，开口就爆了胖虎的秘密，还在汪峰发新歌前就透露给静香娱乐圈的八卦。大雄稳坐八卦王，让小夫嫉妒的牙痒痒，一路跟随大雄，定要找出秘密所在。看着大雄连路边的八卦都不听，更坚定了自己的猜想。到了家门口的大雄忽然精神抖擞，听到灵通鸟的八卦后，火急火燎的就要广而告之。小夫守株待兔，还真就有了收获。这次的八卦
是隔壁老王要在水族馆约会。大熊小嘴巴巴的讲个不停，就不曾想踩到了雷点，却被隔壁老王的女友听个正着，这下闯大祸了。两人一路奔跑，正好碰到隔壁老王要被分手，只因为女友误以为老王是个碎嘴子，老王一个激动，扯下了对方的袖子，这下无法挽回了。这下大熊慌了，就因为自己一时的虚荣心，害了一对情侣。而此时，小夫再次取代大熊，坐回了八卦王的宝座。大熊失落的回到家，蓝胖子这才发现丢了一只鸟，虽然鸟儿带回了，老王女友在公司被排挤，还不会做饭的八卦，可大熊听着却觉得格外刺耳。做错事就要勇于认错，蓝胖子被大熊感动，两人一起来到老王家。为了让老王振作，两人还爆料了老王女友的坏话。别看老王人长得普通，但三观却超正，就算分手也不能说前任坏话。果然好人有好报，一番肺腑之言让隔壁老王重获爱情。看着这份难得的爱情，大熊终于笑了。另一边的灵童鸟带来了最高机密，直接把小夫吓变形。丢了的灵童鸟又回来了，还带来了小夫求救的八卦。大熊两人还在蒙圈，外星飞碟已经小夫带走了，只因为小夫都八卦到外太空了。所以小夫到底打探到了外星球的什么八卦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成了西部牛仔，而他的坐骑竟长这个样子，一发披巾还成功将赏金猎人打下马。大熊何时变成威武雄壮的汉子了？放学老半天了，大熊还没回家。不出蓝胖子所料，大熊又苦哈哈的留在了学校扫地，这本该是小夫的责任，却全都被推到了大熊身上。本来约好了要跟媳妇儿约会，这下也凉了。为了大熊的幸福，蓝胖子派出了猎人牛仔机器人。和历史上的赏金猎人不同，这个猎人需要的是奖品。蓝胖子掏出小夫签名照，然后拿出大宝贝铜锣烧作为交换。小夫此时正喝着82年的橙汁，在家里晒日光浴，就被猎人用一套连环套给拖走了，屁股都磨秃噜皮了。小夫最终还是没有逃掉打扫的命运。两人路过冈田商店，又得知胖虎又放学不回家，出去野了。老妈表示很生气，这时候就要请猎人出马了。大熊拿不出什么奖品，猎人倒是看上了胖虎家的酸菜馅大包子，这对胖虎妈来说是笔很划算的交易。这时的胖虎正在空地上吊嗓子，猎人个头虽小，本事不小，尽管胖虎比小夫技高一筹，背着他学狗跑，想把他甩下来，却还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目送胖虎被老妈抓回了家，大熊放心的回家，就准备跟媳妇儿约会。蓝胖子也去开猫会了，可老妈却成了大熊爱情长路上的绊脚石，非要大熊去跑腿儿。大熊只犹豫了1秒，就拿出了蓝胖子的照片，用冰箱里的蛋糕作为奖品，要猎人把蓝胖子抓回来冲撞钉。蓝胖子本来和猫唠家常唠得好好的，啪的一下就被套回了家。人是抓到了，但要给猎人的蛋糕却不翼而飞。大熊跑去客厅一看，蛋糕已被客人吃得精光，一转头，猎人的脸色难看之极。蓝胖子告诉大熊，要是不给猎人奖品，就会被扒光示众一天，绝对上热搜。眼看猎人就要抓他去挂城墙，大熊选择走为上策，带上竹蜻蜓撒腿就跑。猎人的小马可不是吃素的，带着他飞檐走壁直逼大熊。猎人小手一甩，套走了竹蜻蜓，大熊直接免费玩了次扶手滑梯，猎人紧随其后。大熊灵机一动，顶着木板直接送走猎人。历尽千辛万苦的大熊终于到了静香家，媳妇儿的厨艺又进步了，可刚要下口，小猎人他又来了。猎人上来就要这块蛋糕，可媳妇儿给的口粮怎能轻易拱手让人？为了男人的尊严，大熊决定进行决斗。猎人有小马，大熊呢必须也得有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双方的第一次进攻都未击中，蓝胖子还被一个后蹬直接踢出局。大熊瞄准射击，成功绊倒了马，猎人也摔了个狗啃泥，而后被大熊牢牢捆住。大熊允诺，除了媳妇儿的蛋糕，啥都可以给你。听完这话，猎人转身走了。蓝胖子也是个有眼力见的，只留下大熊和静香过2人世界。吃完蛋糕回到家的大熊，却看到门前狼狈的蓝胖子。再往前一看，那一车东西咋像我的呢？原来他刚才口嗨的那句其他的什么都可以给，竟成了新契约。所以大熊的家当都被当成了奖品。小伙伴们觉得媳妇儿给做的蛋糕和卧室里的家当哪个更重要呢？